洞察金融市场，分享理性认知。大家好，欢迎来到 Razer 投资说，我是你们老朋友 Razer。今天我们讲的话题呢，跟你的这个投资价值观、跟你的择偶观有关系。标题就是这样啊，如何像选择女人一样去选择你的股票？我认为啊，这个选择女人的标准呢，大家可以拿来去参考啊，做一个比喻，做一个类比，去帮助你啊去理解、去选择啊这些上市公司的投资标的、投资股票。好，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例子和比喻啊，都是作为玩笑话啊，大家不要当真，作为参考就可以了，只是帮助大家去理解的啊。这里我表示我十分尊重女性，并没有任何其他意思。今天的内容可能有点黄，有点暴力，少儿不宜。好，我们今天就开始啦。首先我们要说啊，大家选择女人的时候，你们会选择什么样的女人呢？你们会有什么样的这样标准呢？就好像你选择上市公司股票一样，对不对？第一点，我认为选择女人就是年龄不要太小。为什么叫年龄不要太小呢？就我们要选择一些成熟的女性，有魅力的女性，而并不是说想要一些什么高中生啊、大学生啊。这些年龄小的女生呢，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新上市的股票，就是新股和次新股。这些上市公司往往是刚刚登陆我们 A 股市场的，不一定能够看透它可能还有一些隐藏的问题。这些新股和次新股就等于是比较嫩的股票，可能呢短期内受人追捧，但是追完之后大多都是一地鸡毛。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碰这些比较嫩的女生，或者说年轻的少女，不适宜大家去追求这些新股和次新股也不适宜大家去投资和炒作。要让这些新股和次新股至少出来社会步入社会1年时间或者是3年时间，给它一个考察期，大家去看一看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再去投资。当然了，也不排除一些例外，一些这个股票一上市就受到人的追捧，而且呢一直捧到最后，还真的是有料的，就等于是一些大学女生刚刚出来就有人追捧，是校花，一直捧到最后，她确实很美丽很漂亮这个有可能，但是很少比如说一些上市公司，完美股份珀莱雅小熊电器这些上市公司，大家看到这个 K 线确实走势不错，但是这都是特例。好，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选女生呢，年龄不能太小，不要选太嫩的新股以及次新股。这是一个比喻。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说呢，你追求女生，你肯定要找那些肤白貌美的，对不对？那我们选的上市公司呢，也要找那些比较美的上市公司。什么是美？就是这上市公司它比较出名，班花级的这种女人，就是她有一定的行业知名度了。这种上市公司呢，她美，她受人追捧，就跟那些漂亮的女生一样，她们那些漂亮的女生呢，也受到大家追捧的。但是别看她们受人追，她们肯定是质量不差的，一定是漂亮的，所以才那么多人追她。就跟这个市场这么多资金去追捧这些股票、这些上市公司一样，证明她一定因为她的知名度、因为她的竞争力，才会受到这些资金的追捧。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这些上市公司本身就有品牌竞争力、知名度的一些上市公司，他们口碑很好名望很高，这些女生或者这些上市公司值得我们去追捧和投资。比如说像什么绝味鸭脖伊利股份美的茅台三只松鼠、良品铺子、海尔、格力，这些大品牌，甭管是吃的还是用的还是家电还是你喝的酒，都是一些知名品牌，大家都知道大而美，是吧？他们确实很美，这些股票值得我们去投资，就像这些比较美的女人、比较知名的班花级的女人去值得我们去追求，是一样的道理。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说你追求女人，你要追求什么样的女人呢？就是身材一定要好，对吧？这是大家可能追求的比较看重的一个外表吧。什么是女人的身材？我们怎样去比喻上市公司呢？两点，一点是女人的胸部是否饱满，还有一点是女人的臀部是否丰满。女人的胸部丰满，代表这个上市公司呢成交额足够大；女人的臀部饱满，代表这个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也就是它的体量足够大。总市值如果低于100亿，也就是它的臀部不够饱满的公司，我建议大家不要去看。为什么不要看这样的公司呢？因为这样臀部比较小的公司，也就是100亿以下市值的这个公司，它往往可能生育能力不足。什么是生育能力不足？就是它上市公司本身的规模和体量都不够，可能有一些隐藏的风险，比如说财务造假大股东侵占挪用资产
本身还有可能退市的风险啊，不盈利也有这种可能。所以这种上市公司啊，市值比较小，臀部比较不丰满，这种不建议他去投资再去看了。我们要投资那些臀部具有一定规模，就是上市有一定体量、有一定市值体量的这种公司，找臀部相对来说比较丰满的女人，对吧？还有就是胸部，我们大家看胸部，胸部其实代表着一个上市公司的成交量，甭管是它当日成交量，还是说它一个月均的每日成交量，这个成交量要足够大，或者是说这个成交量它的胸部要跟它的臀部啊匀称，有一个美的比例，这个比例很重要。如果这个上市公司它的胸部太小，代表什么呢？代表它的流动性不足。我们认为它成交额变小了嘛，就是它每天成交额太小了，没有流动性。我们这个市场是流动性为王的，我们追求呢是比较活跃、成交量比较大的股票。所以说胸部丰满很重要。往往胸部丰满的女人也身材比较火辣，比较性感，大家也比较喜欢这样的女人，对不对？所以说这种女人往往是前凸后翘前凸后翘代表什么呢？代表它 K 线走势比较凌厉， K 线走势波动比较大，有一个很大的空间，这样的话你的投机空间和操作空间就比较大。这样一个股票前凸后翘，我觉得大家肯定非常喜欢。所以说看到胸部代表成交量大，臀部代表总市值大。我们这样再打个比方，举个例子什么是比如说有一种公司是大蓝筹股，这种大的大盘子上市公司，这些公司往往是胸部比较小，臀部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公司每天成交量比较小，但它总市值非常大，可能呢平时没有什么成交量，没有什么资金追捧，但是它就是根基比较稳，但是它不够性感，不够活跃。这种股票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还有什么呢？就是胸部比较丰满，但是臀部不够丰满的这种股票，这种女性可能就是特别火辣、特别性感的女性。这种女性代表什么呢？就是每天成交量很大，但是总市值呢不够大。这种股票代表什么呢？就是妖股。你想想，这种股票盘子比较小，市值比较小，但是每天那么多人去交易去成交，这种股票我觉得是不好掌控、不好把握的。这种女人往往是特别火辣，但是很妖，不好把控的。我建议大家也不要去投机这种股票。这种股票虽然说短期内可能年轻貌美，但是它后劲不足，我不建议大家去投资这种股票，它往往是妖股。好，这是2个例子但是最终说回来，就是说我们投资股票呢，不一定要非要追求什么市值一定要很大，就是屁股一定要大，臀部一定要丰满胸部也要很大，不是这种的。一定要追求什么呢？追求你要的女人一定是身材比例匀称的，就是她的总市值和她的成交额是有一个对比的，是有一个匀称的比例的，两边都不能太小，两边都不能太大，这样大家去参考这是第3点。我们刚刚前面说的3点，年龄貌美、知名度以及她的身材，都是代表女人的外在。最后说实话，这3点只能代表说你跟这个女人产生一个关系，或者是说追求她，让她做你的女朋友，或者是说让她成为你的一夜情或者艳遇都可以。但是第4点我们要看的时候，要考察是你的择偶观。第4点非常重要，就是如果你找这样第4点这个女人的话，就是她一定会成为你的老婆，这是你的择偶的标准。第4点就是这个女人的内在美，这个女人的3观是否跟你相符。我们大家都知道，谈恋爱最终走一起产生婚姻的关系，一定要是2个人的内在价值观相符合，而且呢她有内在美，这个女人的内在涵养素质都很高，你才会去跟她结婚，对吧？好，我们说什么是内在美和3观契合，这是第4点，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大家可以好好看一看。做到这一点去审查的时候，其实我们这样选女人、选股票，相当于你在做价值投资。内在美就是它的上市公司的一个内在表现，比如包括说它的财务情况资产负债结构这些东西，还有它的股东结构、管理层是否够优秀，管理层治理策略是否够好，还有它的这个产品的竞争力是否够强，市场占有率是否够高，市场地位是否够强这样它的内在美。什么叫3观契合？你跟一个女人3观契合就是代表着你投资上市公司，这个公司正好在你的能力圈范围之内，你可以懂她，你可以驾驭这个女人。如果说你不懂这个女人的心，跟她3观不合，你就不可能得到她的人，就算你得到她的人了，你也得到她的心，所以你也不可能轻松的在你不懂的这个能力范围内去投资去获得收益，我觉得这是很难的。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内在美以及3观契合，也就是说它本身这个上市公司的内在质地是否够优质，
以及它的这个能力圈是否在你的范围之内，对吧？你是否懂这个上市公司？我觉得这2点非常重要，是你做价值投资的重要参考。我们总共说了4点前3点是外在美，包括年龄也就是不要碰次新股和新股，以及第2点是貌美，一定要出名，就是我们投资上市公司一定要不要怕这个女的很多人追，但你也要去追，因为它质量一定不差出名，对吧？第3点就是身材一定要好，身材比例一定要匀称总市值和成交额的这个比例一定要够匀称，大家去看一看。最后一点就是价值投资，一定要看它内在美以及跟你的能力圈是否契合，3观是否一致，这样你才能跟着它一起走下去，一起去长期投资这个上市公司好，我们今天说到这里说一下这个大家也看到了，到底什么样一个择偶观或者一个选择女人的标准，让你去选择这些股票，我觉得这才有一个参考意义的。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去学习我点击订阅我。大家对于我投资股票感兴趣的，可以继续订阅我观看我。谢谢大家，拜拜。